美少女当街被2个小流氓搭讪，而这2个小流氓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惹了什么人。看到天音转过身来的模样，顿时更加激动。天音正在心里想着要怎么收拾他们的时候，早已准备好英雄救美的阿九金闪亮登场，甚至还不忘摆个 pose。另外2个小流氓一看，我去，帅哥，吓得拔腿就跑。最后受伤的还是只有阿九金一个。不过看到今天的常服天音，他的目光不自觉被吸引，都把人家小天使盯得不好意思了，气得天音揪住他的脖子威胁，再继续想下去，我就趁全校集会的时候发动项圈，让你和秃头班主任上演一出热烈的爱情戏。阿九金当场下跪求饶，围观群众纷纷拍照，猜测这应该又是什么主人的任务。而天音今天喊阿九金出来，自然是为了狩猎恶魔。最近这附近经常有人被野狗袭击，天音猜测可能就是恶魔干的。他在地图上标示了受害者的位置，但是阿九金的恶魔感知能力只能感知到比较强大的恶魔，被天音评价你也太不中用了。自尊心受挫的阿九金刚想证明一下自己，突然感觉到身后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可仔细一想，自己是恶魔呀，怎么能帮天使狩猎同伴呢？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。两人逛了一整天，毫无收获，倒是吃吃喝喝，玩得挺快乐。天音拿着汉堡哐哐干饭，阿九金就嘲讽他小心吃成肥婆，气的美少女又揪住了他的领子。这时阿九金又感觉背后一凉，天音同样有所察觉，正在辨别是否是恶魔气息的时候，回头一看是满脸怨念的广田。原来广田逛街的时候偶遇自己的好兄弟跟自己暗恋的女孩子约会，心里那叫一个凉啊。阿九金也难免有些心虚，赶紧把好兄弟也叫了进来，解释天音只是在帮自己介绍这附近而已。紧接着和广田一起逛街的女生也走了进来，这是广田的青梅竹马西乡，跟阿九金他们3人没在同一个班，一看到天音就醋性大发，对着天音的身高评头论足。天音心里恨不得手撕这个女人，面上却还要装作一副温柔可爱的模样。不过他很快就扳回了一局，西乡自我介绍是广田的女朋友，天音立刻抓住机会教育广田，都有这么可爱的女朋友了，怎么还对我告白那么多次呀？西乡当场裂开，揪着广田的耳朵就怒气冲冲的走了。阿九金却一直一言不发，他总觉得刚刚那股视线不像是广田发出来的。没注意到天音离开后，他的座位上出现了一张恶魔脸，并且转瞬间就消失了。万万没想到，第2天西乡居然直接找到了天音他们班里，2个女人各种针锋相对。阿九金在一旁瑟瑟发抖，不敢说话，看他们明明互相讨厌，却还要装作一副很喜欢对方的样子。而阿九金则一直在想着昨天晚上的噩梦，他梦到自己的恶魔同族被天音折磨得惨不忍睹后进化。看好兄弟一副很烦恼的样子，广田和古川就过来关心他。阿九金又不能暴露天音的真实身份，只好说自己最近老是会梦到熟人的姐姐。2人一听，你小子这是恋爱了呀？可惜他们俩也给不出什么意见，毕竟广田长这么大连恋爱都还没谈过呢。昨天西乡说是他女朋友，其实也只是说着玩的。每次他跟别的女生有所进展的时候，西乡都会跳出来捣乱。阿九金就建议他干脆跟西乡交往不就得了。一提到这个，广田居然当场失去生气。晚上阿九金找借口拒绝了天音一起狩猎恶魔的邀请，天音只能一个人在公园里游荡，结果恰巧碰上了西乡。西乡自来熟的坐到了他身边，非得邀请他一起转一转。天音没有理由拒绝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手机上还显示着刚给阿九金发过去的信息，提醒他记得好好吃药。西乡带着天音去了服装店，为了嘲讽天音个子小，故意给他挑大码的衣服。天音不甘示弱的挑了紧身的衣服，阴阳西乡是个平板。好家伙，说出去谁敢相信这个小恶魔一样的美少女是个天使呢？之后2人各种针锋相对，不甘示弱。最后西乡又邀请天音一起拍大头贴，天音从来没有拍过这种东西，看上去有些紧张，发现这东西还能贴图，就露出了惊喜又可爱的表情，看得西乡 heart 软软的。这么可爱的美少女，她都不舍得做恶作剧了。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带着天音拍了大头贴。天音表现得特别高兴，开始纠结要把这个贴在哪里。西乡越看越是欲罢不能。其实天音今天也玩得挺开心的，哪怕是跟西乡互相阴阳怪气，也带给了他从未有过的感觉，很新鲜，也让他不讨厌。所以天音告诉了西乡，自己跟广田什么关系都没有，这一下连最大的误会都解除了。西乡对天音的敌意瞬间消散，紧接着就开始吹起了彩虹屁。就喜欢听人夸奖自己的天音也跟着心花怒
怒放，心想这家伙说不定是个好人呢。就在这时，他收到了阿九金回的信息，西厢看到他似乎还有事情，就主动找借口先离开了。临走前还送了天音一包牛奶，让他长高高，毕竟逗天音这种事情也是很快乐的嘛。阿九金是睡醒后看到天音发来的关心他的信息，突然就有些愧疚，只好赶过来告诉了他自己感应到的恶魔的位置。最终他们在郊外找到了那只恶魔，这是一只狼形恶魔，动作还怪敏捷的，居然能接连躲开天音的一套连击。天音问他是不是最近袭击女性的野狗，恶魔表示赢了就告诉他。他大言不惭地说，就没有人在看到他的真面目后不落荒而逃的。说完后就开始魔法少男变身。好家伙，没想到你这个浓眉大眼的还好这口，而且变身后的恶魔力量和智力全都打了5折，所以到底有什么变身的必要啊？阿九金和天音目瞪口呆，天音更是一刀就将恶魔打趴，这要是让他逃走也太有伤风化了。阿九金心疼自己的同族，上去给恶魔做了一套 SPA。 恶魔问他为什么身为恶魔却和天使在一起，阿九金说自己是有苦衷的。恶魔就说想让我相信你，那你就去把那个天使给我杀了。顿时局势大转，阿九金为了不让他们再打起来，居然忍着羞耻摆出了这种 pose， 这一下变成了谁跟他是同伴谁丢人。天音和恶魔又打了起来，唯一受到伤害的却是被他们激情嘲讽的阿九金。最终他忍无可忍，当场爆衣，露出了里面的粉嫩绷带，开始了唱跳 rap 完又把话筒扔给天音。恶魔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是什么蠢逼，下一秒就看见天音把地上的话筒捡了起来。好家伙，这居然还是一场 battle。 天音3言2语就戳到了玻璃心阿九金的心窝子上，阿九金委屈大哭。天音不仅不适可而止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即便如此，阿九金还是在坚持和他 battle。 看到这里，恶魔突然恍然大悟啊，原来他是为了我，他不仅一开始给我按摩，现在还在为我挡下那个可怕天使发起的进攻。恶魔大为感动，原来这就是爱吗？于是在阿九金被打击到站不起来的时候，他上前握住了他的手，够了，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两只恶魔抱头痛哭，而天使也被他们教会了什么叫做爱。野狗恶魔为何频频袭击女性，这背后究竟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？没想到一切竟然是紧身裤的锅。恶魔坦言自己从小就很孤僻，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，所以他就开始对能够完美展现出身体曲线的紧身裤产生了兴趣。一开始只是看书上那些穿着紧身裤的女性，后来逐渐感到不满足，就将魔爪伸向了现实中的女性，结果发现她们穿的根本就不是紧身裤，而是打底裤。天音听不懂，也不想听懂这个恶魔究竟在说什么，挥起镰刀就将其净化。而在生命的最后，恶魔只想向阿九金道歉，毕竟这是第一个向不受待见的自己慷慨伸出援手的人呐。两个恶魔又上演了一出感天动地的生死别离场景，居然让天音心软，没完全净化恶魔，而是把它变成了一只小狗狗，还叫来了认识的流浪动物保护志愿者姐姐，带小狗狗去找主人。天音已经封印了那只恶魔的邪念和力量，之后它就可以作为小狗狗生活了。其实天音对于兽形恶魔一直都是这样做的，包括上次他在小巷子里解决的那只，最后也只是给那只小狗画了眉毛而已。不过人形恶魔就不好说了，当然这也只是他的行事作风，其他天使会怎样就不得而知了。阿九金这才意识到自己对天音一直有误解，他好真诚，好不做作，跟别的那些天使完全不一样呢。刹那间，阿九金感觉自己好像心跳加速了一瞬。而天音为了奖励阿九金今天努力工作，大手一挥说要请他吃东西。阿九金还在那里傻愣着，情不自禁的称赞天音很善良。天音面上一副你现在才知道的表情，心里却是美滋滋的。虽然有很多人夸过他善良，但这还是第一次在露出真面目后被人这么说，所以绝不能让阿九金看到他现在脸红红的表情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阿九金就在课堂上做起了春梦，梦里他正在给天音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。睁开眼睛一看，就是班主任那张秃头大脸。被暴揍一顿的阿九金又死性不改地看向天音，瞬间小脸通红，他开始犹豫怀疑，该不会我真的喜欢上那个天使了吧？然而还没等他确认自己的心意，上司就跑到人间来查岗了。丽兹部长问阿九金任务完成的怎么样，有没有找到合适的爱豆。阿九金总不能说自己现在活在一个天使的控制之下，就隐瞒了天音的事情，只说还没找到人选。丽兹表示知道了。这
正式说完，立马掏出自己的旅行套装，准备留在阿九金这里过夜。阿九金一听，瞬间脑补了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，难道自己今天晚上就要成为大人了吗？下一秒就看到丽兹把自己裹进了睡袋里，可即便如此，晚上还是没睡好，因为丽兹说了一整晚的梦话，什么真的吃不下了这种一听就很糟糕的东西。第二天，阿九金就在丽兹的监督下开始干活，跑到街上到处搭讪漂亮妹子，丽兹美其名曰这是训练她的交际能力。阿九金搭上了好几个都没成功，不得已掏出了天音和那只狗的合照，告诉一个遛狗的小姐姐自己家狗最近丢了，妹妹在家里难过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希望小姐姐看到这只狗能联系一下她。小姐姐当场表示包在我身上。就这样，阿九金成功要到了第一个联系方式，虽然心里同时还产生了负罪感。紧接着部长教育他，无论怎样的女性都一定有她的弱点，瞄准弱点作为突破口就一定能够成功。那之后阿九金又搭上了不少女性，上到80岁老奶奶，下到8岁小萝莉，最后居然还在街上遇到了西厢。西厢自来熟的邀请阿九金去酒吧，说是想体验一下大人的感觉，结果最后只点了一杯橙汁儿，没有部长帮忙，阿九金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场面。好在西厢是个社牛，从不让人冷场，主动提起了天音，问阿九金是不是对天音有意思，还说如果有需要自己会帮助他。阿九金反将一军，问起了他和广田的事情，西厢顿时露出了有些落寞的表情，看起来还是很不顺利。阿九金就把部长之前教育自己的话告诉了西厢，所谓的战术啊，后面什么来着？没想到西厢居然知道这句话是拿破仑的名言，所谓的战术就是要集中所有力量于一处。这句话也给了他一些启示，至今为止他总是单方面的推动关系，或许是搞错了用力的作用点。西厢感谢了阿九金，表示自己会参考一下的，作为报答他也可以尽力为他和天音助攻。两人之间的气氛越发好了，部长就指挥阿九金邀请西厢去散步，阿九金当然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，这可是自己好哥们的青梅竹马啊，但是部长的话又不能不听。于是在西厢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，他一把抓住了西厢的手腕，画面一转，两人已经出现在了夜晚的公园。西厢还红着脸说今晚的事情他不会告诉其他人的。那么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原来他最终还是无法开口邀请西厢，只能转而邀请了酒保大爷。西厢大为震撼，什么？原来你好这口？部长听说后也大为震撼，不过部下的叉屁他也不好多说什么，让阿九金好好工作，就回魔界去了。经历了部长一整天的调教，阿九金对自己的搭讪技术有了些信心，决定今后努力摆脱天音的控制，继续为他们魔界寻找爱豆。